储量4400万吨，供应世界90%稀土的中国，能卡美国脖子吗？稀土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镧系元素和抗乙共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。自然界中有250种稀土矿，稀土就是其中一种。它被广泛运用于石油、军事、农业等方面，在现代高科技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虽然稀土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十分稀缺，但我国在这个领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据统计，目前我国的稀土储量超过了4400万吨，凭一己之力占据全世界的36.7%，位居世界第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全世界90%的稀土都是由我国供应。像美国这个喜欢封锁垄断的国家，在稀土方面也不得不向我们低头，每年向我国进口近80%的稀土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既然美国在某些方面制裁我们，卡住我们脖子，而我国有这么多稀土，那是不是能拿来卡住美国的脖子呢？其实拿稀土来卡住美国脖子，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。虽说我国的稀土储量十分庞大，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的稀土资源就很稀缺。首先，美国作为一个资源大国，稀土储量也是十分丰富的。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4，所以只要他们想，随时可以开采本国的稀土。其次，开采加工稀土的技术并不难，而美国之所以不开采，主要是受到了成本和环保方面的限制。矿产资源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，其中所消耗的成本可想而知。而且稀土一旦被开采出来，会导致美国的环境遭到破坏。总之，在美国稀土丰富、各方面技术先进的情况下，我国是很难卡住美国脖子的。稀土究竟有多值钱？真的比黄金还贵吗？稀土属于不可再生资源，有着工业黄金的美誉，算得上是高科技的维生素。因为其开采技术比较难，本着物以稀为贵的原则，其价格就十分的昂贵。据有关数据显示，目前中国的稀土价格是每吨20到30万，而且不同种类、不同规格的稀土矿，它的价格也各有不同。不过，过去几十年里，中国一直将珍贵的稀土卖成了白菜价，市场上的稀土1吨只卖了5000元，折算下来每斤差不多2.5元。而如今，稀土的价格翻了好几倍，变得越来越值钱。之所以如此值钱，主要与以下2方面有关：一是稀土具有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，能与其他材料组成性能各异、品种繁多的新型材料。其最显著的功能就是大幅度提高其他产品的质量和性能，比如将稀土加入到陶瓷和瓷釉之中，减少釉的破裂，并使其具有光泽。在炼钢时加入少量稀土，钢的硬度和耐腐性有了质的飞跃。二是稀土的应用十分广泛，可以应用在军事、航天、医药等几十个领域，在工业生产中基本无处不在。比如发明家马斯克每造一台特斯拉的背后至少需要3公斤的稀土，而美国最得意的 F-35战机每造一架就需要高达400公斤的稀土。此外，稀土还能作为植物的生长生理调节剂，增强农作物的抗旱、抗涝和抗倒状能力，使农作物的产量增加。所以，正是这些神奇功效，稀土的价格比黄金还要更昂贵。如果发生战争，我国拒绝稀土出口，美国的飞机、火箭就真的造不出来了吗？美国是稀土科技的集大成者，其坦克、隐形战机、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都得益于稀土的应用。比如，美国在制造最新的核动力航母时，就用到了27.3吨稀土，生产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就用到了2.36吨稀土。可以说，美国的先进设备都是用稀土堆起来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所应用到的稀土大多需要从我国进口。据有关数据显示，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占比高达80%，而且其媒体苹果还早早向我国签订了多达600吨的稀土资源合同。由此可见，美国对于中国的稀土资源依赖性非常大。尽管如此，当发生战争的时候，就算我国拒绝向美国出口稀土，美国的飞机和火箭照样能制造出来。美国在失去进口稀土资源后，会在其稀土储量丰富的国土上进行开采。近年来，美国多家稀土公司一直在积极研究稀土开采技术，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进展，实现了单个稀土元素与副产品的分离，稀土矿物含量占比为99.6%，基本具备独立开采稀土的能力。此外，美国还可以向一些好拿捏的国家施压，争取稀土的开采权，以此来获得更多的稀土资源。而且，全世界现有的稀土可供人类开采近1000年，只要美国有开采的念头，完全不用担心失去中国的稀土。